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今天节目开始，请观众朋友先记得帮我们按赞，留言区可以希望跟我们互动的写下思敏我在哪一个城市收看，那么呢我会亲自来做回复。那一样的，看到热推这个2个字的话，帮我们按下热推键，有助于我们在国际的能见度。今天昨天有看到非常多的网友在上面跟我们做留言互动哦，那么我都会已经在这些留言已经亲自做了回复，希望未来有更多一起的互动。那么今天节目的大主题会来特别关心到是这一场的美伊战事哦，川普这时候临阵退缩了。他这边特别提到了说要夺下哈格岛哦，结果呢秒变和谈，原因是什么？怎么又突然间塌口了呢？现在呢，包括了美国在中东的盟友也全怕了哦。现在美国还有面临弹药快要打光的一个困境，伊朗的铁拳把美军打痛了。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先来欢迎我们的在场来宾，清华大学讲座教授张延廷将军。思敏好，大家好。台北市议员侯汉廷议员。主持人好，大家好。陆军退役少将厉正杰将军。思敏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这一场美伊战事的3个火线话题，等一下请来宾来特别帮我们做解答。首先，我们先看到第一条，川普其实呢，在昨天晚上我还吓了一跳，因为他又在放话说他要开战了。那么打的力道会是非常的强烈的，他这样说。结果没有想到早上一起床之后，才过了看到5个小时之后，没有想到川普这时候急着说要谈和。是被伊朗打痛了吗？还是他的塔口战术再度上演？第二件事情是，包括了几个在中东地区的国家，包括了阿联、沙烏地阿拉伯、卡达，这个时候都纷纷转向了，他们都说要跟伊朗来自己恢复接触。美国的中东盟友已经开始集体止损了，不想再跟美国了吗？这是第2个问题。第3个问题是，五角大厦此刻开始急催了。军工啊，我们应该要扩产，而且产量达到现在的3到4倍。但是洛克希德马丁也坦言说，你要我做这样子的量，但是交付有非常大的困难，原因是真的没有办法做得这么快。美军的这一场中东战事已经达到弹药天花板了吗？今天就这些议题会一起来做关心。好，川普再次上演前一秒还说要开战，下一秒又弹劾的戏码。在昨天晚上的时候，美军他说的将会动用更大、更强烈的炸弹重击伊朗，他也甚至扬言说会夺取伊朗的主要出口的石油出口枢纽哈格岛。剧情在5个小时之后立刻反转，川普说，美国跟伊朗的谅解备忘录在最快这个周末就能够签署了。一旦协议达成，就会解除对于伊朗港口的封锁，甚至呢，连荷姆兹海峡都可以重新的开放。那么伊朗呢，他说已经受到了严重的重挫，所以比美国更想要达成协议。协议的内容已经获得了伊朗最高领袖穆吉塔巴的批准。讲了这么多话，伊朗只是说了一句说，德黑兰尚未就协议做出最终决定，任何有关签署消息都只是猜测而已。现在看起来就是川普一个人在自说自话哦。那么再来看到的是伊朗的方面还这样说，他说如果美国啊你真的敢动哈格岛的话，伊朗方面会给予更坚决、更强大而且更痛苦的一个重大反击。我们要来看到伊朗的最高领袖的顾问这一位也说了，伊朗会越加严厉、越加强力的回应美国任何形式的攻击。好，今天节目一开始特别请教汉廷了，怎么回事？前一天川普说要猛攻伊朗，怎么现在又说双方已经有达成一些协议，而且最快这周末就可以谈成？到底怎么回事？汉廷。川普在福斯新闻网，他在这个受访的时候说，而我的首选就是要夺取哈格岛啊，还可以拿到很多的好处，但要看美国有没有这个决心。总统啊，你不就美国总统吗？有没有决心不就看你自己吗？所以他的大转弯让全世界都傻眼了，就连以色列跟伊朗都很傻眼。以色列说有协议，不知道啊，没听说。然后伊朗说也没这回事啊，一切都只是猜测。所以总而言之呢，又是他口了。那类似的戏码突然的反转，过去几个月其实已经看了一遍又一遍，甚至呢看到想吐啊。但是川普乐此不疲，反正呢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停，然后宣布我赢了啊。总之都是赢麻了，谁都不能阻止川普的伟大胜利啊，宣布的伟大胜利。
而且呢，他在宣称伊朗被迫接受协议的时候啊，川普还得意洋洋的宣布：哇，我们有的时候一天晚上就集成了什么25艘船、15艘船啊，这个反正他每一个数字都讲得非常清楚。他甚至还说：谁记得这些数字呢？没有人记得这些数字。可是我觉得很厉害，因为他背这些数字的时候都没有看稿啊。那难道这些数字他自己都深深的记得吗？所以我觉得最大的可能性就是，也确实没人知道这些数字，因为都是他现场胡诌、随便瞎扯的。总而言之呢，极致的反复无常，或者呢，信口开河，这就是当下美国外交最鲜明的特征。但实际上，为什么先前才在喊着要夺岛，后面又立刻 tackle 呢？我们还是从认真分析。第一个，在军事上嘛，因为哈格岛也不是占领这么简单。它如果真的要夺岛啊，你要有2栖的投送，你还要持续的守备，甚至呢，你还要对抗伊朗的更多什么反舰啊、导弹啊等等的。所以这不是纯粹的空炸的空袭，它还有地面跟2栖战争。那最后是什么？最后你还是要投入到了陆地战啊。所以陆地战是美国现在所希望的吗？当然不是。那接下来呢？如果打哈格岛，然后呢，霍姆兹又会继续的实质封锁，再来就是油价飙升，美国国内的汽油价格飙涨，通膨爆炸，美联储被迫就是要去升息，然后整个市场恐慌，股市大跌，最后选民骂娘。好。那川普能够接受这一切吗？不行啊，他当然是希望能够在期中选举之前赶快把整个事情稳定下来，所以不可能再透过战事的升级，反而导致经济的压力越来越高。在第三个，在盟友层来说呢，海湾的盟友啊，就是也没有说很希望他打，是怕啥？大家都害怕美国把战火烧到自己的家门口，好，烧到自己的什么海水淡化厂啦、金融中心啦、炼厂啦。所以呢，不论是科威特、巴林，他们私下的意思都很清楚，就不要把火烧到我家的门口。因此，美国就算想要有进一步的动作跟攻击，但是呢，好像也没什么人挺他。所以呢，他打不得，但是又好像显得输不起，那怎么办呢？所以就只能演什么演，反正不管怎么样，我都赢。好，所以现在我们也看到，刚刚汉庭特别帮我们提到，现在盟国对于川普非常的不信任哦。那许多的国家，一方面是不赞成川普继续打，但是另外一方面想说，现在还是求自保好了。他们决定自己去跟伊朗来谈。那当中有几个国家，我们等一下会特别看到，包括了在中东的这些盟国，像是美国的盟国阿联、沙国跟卡达哦。首先，为什么这些国家那么紧张？就是因为他们看到了这个受害者就是科威特，一周之内哦，可以看到2度发生了攻击，都是瞄准科威特的国际机场，也摧毁了当地机场的雷达，导致科威特紧张到一度只好关闭领空。所以呢，阿联就率先转向了。本周他们就会跟伊朗的高层来进行这种比较缓和情绪的一个会谈。那这也是这个美以对峙以来哦，双方首次的高层的一个会谈。阿联心里面一定很明白嘛，伊朗现在战力在快速的恢复当中，不管是我们先前谈到的地下城，或者是其他的武器等等生产。那再来就是伊朗拥有9000万的人口，它的飞弹、无人机、革命卫队的力道都还是非常的强的。另外2个国家现在呢，也已经跟这个伊朗谈过的，就是刚刚特别提到的沙烏地阿拉伯跟卡达。那这一些海湾国家现在的想法到底是什么？厉将军怎么看？昨天晚上这个川普说快要达成和平协议了，我算了一下哈，从开战以来，这是第39次讲哦，他帮他统计，现在已经前天是第38次，现在第39次哈，可是讲了39次，看起来好像都没有达成协议哈，达成和平的协议。所以这场战争很明显的，不只是我们看破川普的手脚，我相信这个阿联酋这个海湾周边的国家也都看穿川普的手脚。大家很明白，你就川普就是想抽腿，不想打这场战争了嘛。可是你现在抽腿，你如果说你贸然的开战下去，这个战争不是说你想走你就走，就算你想走，现在很明显的伊朗就拖住你的后腿，借着几次的零星攻击将你这个后腿拖住。为什么伊朗要采取零星的攻击，将你拖住在这个战场的泥淖里面？你必须要答应我的条件。大家回想一下，
当初这个美伊开战的时候，美国跟以色列去偷袭伊朗的时候，美国当洋洋洒洒列了很多的战略的目标，包括到要推翻伊朗的这种政权要更替，然后要推翻要这个伊朗不可以跟他的这个周边地区的武装盟友结盟在一起，还有浓缩铀等等问题。但是大家记不记得伊朗的目的是什么？作战目标是什么？我提醒大家，伊朗那时候作战目标，大家回头去看都记得他讲，我一直记得他战略目标是什么，就是你美国要退出波湾地区，不可以在这个地方有任何的军事基地，然后海湾周边国家要把美军赶走。我想如果说大家有记忆的话，还记得这个目的。那现在如果说当阿联、沙烏地这些这海湾周边国家都纷纷的在跟这个伊朗自己私底下接触，拐过跟美国的湾，跟这些国家接触，那试问一下，伊朗是不是达到他的战略目标？我必须要讲，真的达到了。那代表什么？伊朗在最起码他在战略上获胜。那为什么这些国家开始要跟伊朗恢复接触？我提醒大家一下，其实阿联在开战之初他被攻击的最惨，他将近挨了3000多枚的，包括导弹跟无人机。那甚至在伊朗国土里面也发现伊朗的这种阿曼阿联的无人机曾经去协助美军攻击伊朗的目标。但为什么现在反而他们结合在一起？我觉得这些周边国家很清楚一件事情，所有国家都在你这场战打了到今天是第104天很明显的就是说我的国土都在你伊朗的武器的射程之内，那我也是你搬不开的这种邻居你这个一直在那边，如果说持续跟你交战，那倒霉是我因为你的无人机、你的导弹对我来讲都随时可以构成威胁。那我国家还不要发展建设？你要知道，周边这些国家现在积极的，当然第一个是他们能源设施。我们看到，如果说能源设施被打的话，那你根本你炼油产业就做不了，这是第一个，对他国家经济很大一个伤害。第二个，你知道这些国家现在正在转型做什么呢？他希望能够将中东地区打造成一个金融的重镇。第二个是科技的重镇第三个，他希望发展观光旅游。我们看到阿曼这些都是观光旅游很有名。那这场仗一打下来，我们看到第一个垮掉就是旅游业垮掉嘛，飞机不敢飞，旅客不敢来，然后很多的包括美国在这个地方的科技公司都遭受到攻击。所以说，伊朗他攻击目标有他的一个战略性的一个思考，我就打你这些目标，让你国家以后不能，如果说你不跟我和谈来讲的话，你就不能发展你的科技、金融、观光等，还有炼油各个产业。所以我们现在很明显看得出来但是他们也看得出来，这个美国川普想要抽腿，也没办法再提供他们这个国家的安全的维护。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他为了求得自保，他必须要跟这个搬不走的邻国，也就是伊朗，自己跟他们打交道，寻求一个和平的协议。好，所以海湾国家现在等于是自己寻求自保，先不要说这些产业还希望能够发展，不管是科技、金融、炼油等等，现在连安全的问题都已经是最大的一个问题了。所以呢，他们也只好自己想办法那另外一方面，当然了，这些海湾国家也看到了说，确实美国现在没有办法保护他们的另外一个重点，就是因为呢，美国的弹药真的已经消耗到非常非常多了，尤其是飞弹的库存消耗的量已经占库存的1/2了。另外呢，来自于路透社也做了一个报道说呢，确实，现在川普其实非常的紧张所以川普政府最快在下周会在白宫这边召集的是美国的军工企业高层来讨论说，我们武器应该要赶快来加速生产这已经是今年的3月份以来第2次的紧急会议了，可以看得出他们的紧张程度。所以呢，现在也五角大厦直接列出了说，要加速生产的武器有哪一些？我们来看一下 CG 包括他说呢，爱国者的飞弹产量要提高3倍，萨德系统的这个产量要提高4倍，战斧的巡弋飞弹跟中程空对空飞弹的产能也要同步的一起来扩产。好，这计划是定得很大，但是呢，洛克希德马丁已经最新表示了，他们认为说，确定无法如期交付，因为真的现在供应链卡关生不出来张将军怎么看？我认为没有那么简单，我认为不容易达成。我们可以看了这个爱国者美国的年产量是600枚，你要提高到3倍，你要增加到年产量是1800枚。那你的这个萨德系统，它每一年只有产90枚，你现在要提高到4倍的话，就是400枚，它每一年大概是96枚了，12个月。但是你要年产量要增加到4倍，就是400枚。
我们所说的萨德，因为萨德常用，这一次在这个中东战争，这个伊朗的无人机也好，伊朗的导弹也好，还包括伊朗的巡弋飞弹，一过来，萨德马上出去，这一打的话，那消耗量很快的，那它一年就产100枚啊，96枚而已嘛，就算100，那你看消耗量会多快？对，那也包括战斧巡弋飞弹，它每一年产的是600枚，你要加速生产，还有的就是 Emray 102栋，就是我们讲的中程空对空飞弹艾米102栋。它每一年是产1900枚，你也要叫它再加倍成长，其实2倍的话就3800枚。我认为美国现在是这个供不应求，入不敷出，是没有办法。我认为要加班没那么简单。一般的传统炸弹就2个，一个弹头，一个弹体，一个弹头，没有了，这是传统炸弹。但是现在你刚才讲的这4种，全部是精准制导武器，它就分为5段，一个是这个导控段。导控的导引跟控制就导控段，另外一个弹头，还有一个目标探测，就前面那个 seeker 目标探测那是 seeker 也要。后来的推进，你后面再喷啊，那个推进段，最后面还有一个弹体段。你看看这个5段要合在一起，这才叫做精准制导，少一段都不可以。你跟那个以前的传统的2段，你这个是5段，现在说那加速生产没那么简单啊？什么叫加速生产？你的加速呢？你原料够不够？里面都还有稀土的成分，原料够不够？这个零件那么多零件，你少个零件，这个弹没办法完成。而且不是美国一个公司，你看包含波音公司、这个雷神公司、奇异公司、格鲁曼公司、诺斯诺普公司，全部它是总成，它的零件都向外面买的。波音公司、这个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它是总成，它有很大部分零件是自己做，但是还有其他零件是其他的大家来分工。是总成，你总成，其他的给你少一个这个短板，这个主要零件，你没有办法。而且我们知道，不是我们今天扩厂，我去过参观过这个军火的工厂，它每个都是防爆，你不是随便我就机器爆，不行，这是防爆，一个防爆，大家各自独立在做作业，是这个样子在做的。万一爆料，就这一件而已，是其他安全，那都是防爆灯、静电什么都有，是很复杂的，不是说我要增产。你这些原料、机器设备、人力，还有设施、厂房设施都要很考量，不是说要达成一条边好容易，讲很容易，但是要去做达标，达到这个刚才所讲的是精准制导武器的弹药的生产进度，就没那么轻松了。好，谢谢张将军。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好，川普说他的生日愿望呢，是他说要高喊世界和平，但是转头却下令轰炸伊朗。非常的讽刺哦，心中只有自己不顾人哦。这一位跛脚总统川普是否当定了呢？这是来自于外媒的报道，等一下我们一起来做关心。这个周末，也就是6月14号这一天，就是川普的80岁生日了。大家好奇说他的生日愿望是什么？那他自己也说了，他的生日愿望80岁这一天，他说就是世界和平。这话才一说完，他就立刻在当天晚上对这个伊朗进行了轰炸。那川普其实呢一直说他要世界和平，我们看到在2026年以来，他其实即使一直说自己是和平总统、和平缔造者，还说呢自己应该要拿诺贝尔和平奖，但是我们看到他发动了多起的军事的行动，不管是1月份针对于委内瑞拉的这一场行动掳走了总统马杜洛，或者是2月底到现在爆发的已经达到了100多天的史诗怒火行动的美伊战争，都看起来非常的讽刺。川普是真的要和平吗？厉将军怎么看？其实川普很明显的，他所谓的世界和平的定义跟我们一般人的定义是完全不一样的。他的定义大概就是能够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啊，就是我觉得他生日愿望更明显的是希望能够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而不是世界和平。我们细数从他这个去年上任以来，那时候在竞选的时候，他就一再的这种这个放下豪语了说他上任之后24小时就可以结束俄乌战争。但是这场俄乌战争打到现在，我们看到他对于俄乌战争是一点帮助都没有，甚至于到现在他的做法就是撒手不管，让你这个泽伦斯基、你乌克兰自己去面对这场战争，让欧洲自己去面对这场战争，这是他的观点。然后之后来讲的话，
我们看到这段时间从上任这个1年多以来，他今年对这个委内瑞拉发动了奇袭这个抓走人家的马杜罗总统，甚至于在2月28号这个发动史诗怒火，然后这个攻击跟以色列一起攻击伊朗，这个都是制造战争。那除此之外，我们看到他除了说是实质发动了战争之外，他威胁的国家也很多，包括到对欧洲来讲，威胁要获得格陵兰岛甚至于要夺得巴拿马运河，甚至于要将加拿大列为第51州，难道这都不是战争的威胁吗？大家记不记得川普在竞选的时候，他对MAGA派最大一个承诺就是什么？就是他美国以后尽量就不去管世界上面外地的战争事情，全部只是专注于让自己美国的这种再次的伟大，然后对于世界各地的战争他可以说就不再管。可是很明显的，我们看到这个川普自己违背了MAGA派当初对MAGA派的承诺，然后现在事实上也面临了反噬了所有MAGA派的成员现在尤其是对他很多原来的川粉支持者，现在也慢慢认清他的走向。然后你这将美国一而再再而三的推入战争，除了战争之外，我们看到他还搞这个关税贸易战等等，让美国现在通膨不断的上升昨天我们有讨论过，美国这个月的通膨指数 CPI 指数已经到达4.2%，难道这4.2%只是很单纯的这个只是这个经济的问题吗？我觉得战争的问题占了很重要一部分由于像这次很明显的伊朗战争就推升了油价，由于推升了油价就造成通膨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是一连串的下来，那很明显的，川普他并没有对世界和平做出任何贡献，他纯粹只是为了要获得这个和平奖。那我们特别去观察其实川普自己的个性，你自己去看他事实上是非常崇尚暴力跟武力的。比如他这次的生日，他举办的活动是什么？我们认为说你生日这么大老人家年纪的这个吹个蜡烛或干什么，一些很平和的，不是他在白宫搭了一个铁笼格斗的场地准备在那边办铁笼格斗。然后他也很崇尚，你看他很羡慕，他到这个中国大陆去访问，就一定要看阅兵的阅兵式。他第一任的时候到法国去看到法国的阅兵之后，回到美国，他也要办一场阅兵。所以我认为川普本质上面他是非常喜欢武力的，喜欢暴力的，所以他才会在他生日那天在白宫的广场上面搞这个铁笼格斗。你说这种人，他所讲的话，你怎么会去相信他会崇尚世界和平呢？对，好，所以现在面临国内外交迫的川普，会不会变成跛脚总统呢？其实呢，现在外媒针对于川普已经做了非常多相关的一个分析。我们要特别来看到，其实呢 ，CNN 就做了一个统计说，川普你一直说呢，跟这个美伊战事跟伊朗会达成协议，已经说了将近是40次了，已经变成狼来了。那另外呢，他还闹出许多的失言风波，比如说美国现在不是通膨很严重吗？那川普就会说了一句说我爱通膨，当然他事后也做了一个澄清，他说是指说通膨幅度是低于原本他的预期的，是媒体自己断章取义的，但是也引发了争议。再来 CNN 也列出了川普的10大失言的争议。好，我们来看到面板，第一个，川普在这个美伊战事出现美军伤亡的时候，他说我打赌之后还会有更多伤亡。油价上涨的时候，他说呢，这个是某种程度是好事，我们能从中赚更多钱呐。再来呢，油价真的飙太多的时候，他又说油价上涨只是小菜一碟。那通膨的时候，他说呢，我不会去想美国人的经济状况，不能让伊朗拥有核武，这个才是重点，就这么简单。汉庭怎么看？国家在打仗，然后最高领导人呢，在生日的时候，准备要修园子。你不觉得这个故事很熟悉吗？100年前咱们老祖宗也曾经发生过啊，而且毫无同理心，对待基层、对待庶民、对于他的支持者，那只有不断的利用跟剥削。虽然川普都说，你们对我的话是断章取义、剪裁过的，是剪裁过的，可是剪出来的版本或者综合比对，恰好就是川普的核心本质，他的想法就是这样。比如他甚至有一句，当记者问他，你的现在通货膨胀很高啊，4.2%，然后呢，他直接回答 I love it，对吧？然后 I love the number， 然后他说这个通膨啊，这都是伊朗问题，但这个数字很棒。讲完了之后呢，又打电话给《纽约时报》说，你们断章取义啊！我是说，因为这个数字没那么高啊，没那么高，所以我爱他。
不是啊，一般的正常政治人物听到数字很高，就会觉得说什么，就说啊，我们理解民众痛苦啊，我们在处理。没有记者会去强迫他用 love 这个字，对，没有人能够逼他一定要说，我爱死通膨这个数字。所以呢，他的本意是啥？就他是在好大喜功，他是希望在词汇上就已经展现了他的优先级是啥？就他根本没有把老百姓的苦难当成一回事情。同样的，所以军人死伤，他说未来还会有更多，他就已经预告说接下来还要继续死人，而且他也预告了不要逼他来收手。同样的，油价上涨，正常的领导人也要讲说，好，我们会处理啊，我们苦民所苦啊，这是我们的不对。没有，他就觉得很开心啊，这个我们可以赚很多钱啊，甚至他讲说，我不会去想美国人的经济状况。所以这都表示，在他目前的战略方向跟目标，都认为现在民众的痛苦，只要战争结束，只要他胜利，这个就是要从中付出的代价。你们最后还要感谢我，因为我完成了了不起的任务。那这个过程呢，其实就是透支了所有美国人，或者说曾经他的支持派对他的信任，就他把选民对他的忠诚当成是一种信用卡啊，你们反正继续忍耐啊，忍到有一天，反正我战争结束胜利啊，我们马嘎派就大胜利啊，你们这个所有的一切承担代价就都是可以的了。那这就等于是把美国人民的生活，好像是像他的这个什么计划栏啊、草纸一样啊，就让他随便乱搞、随便乱写啊。这等于是把国家当成了他的私产，所以他的计算的时候，他都是当成企业一样再去计算整个的盈亏啊。油价涨了没关系，反正有人可以赚钱，但他怎么没有去看那个真正痛苦的，而且会影响到他们选举的这些人，或者是他的支持者，现在因为油价的上涨、通货膨胀而带来的生活这些难受呢？这一种帝国已经完全陷入到帝国晚期的症状了。我们说，这大清慈禧就是这样，或者其实在罗马帝国晚期、奥斯曼帝国的晚期都有类似的情况，就是最高权力者他的叙事已经成为说，好，我是天命，对吧？我是重建荣耀的人，好，我呢是要 make great again 的这种了不起的人。那其实他就已经脱离了庶民的老百姓，完全是变成一种权力的展示，尤其是还要在生日的时候再盖个园子，对吧？这其实一种对于民生、对民主负责的制度，往往就会被强人政治所取代掉。好，那他个人的争议会不会让他跛脚？因为其中选举要到了，再来就是说，那共和党会不会干脆就趁这个时候跟他做切割呢？因为其实路透社有一个最新的民调出来说，现在对川普的不满意度，尤其是在处理有关于生活成本的方面哦，70%的民众是不满意的，只有2%表示稍微支持，代表通膨跟生活压力现在是压垮川普的一个重大的政治风险。那么在政治上面也看到哦，多州的这些州选情哦，已经开始出现了翻转，包括共和党的多位州长还有议员陷入危机当中，现在川普承受非常高的压力。张将军怎么看？我认为他有压力，他会继续吹牛，他也不会变跛脚，他会自吹自擂，他会自我感觉良好，这是他人格特质。我们分析一个政治人物哦，你不要从这个环境上来看，你要看他的政治性格如何来做解读哦，这个比较精确。然后我们看川普上任之后，从2025年的1月20号上任到现在为止，已经1年5个月了。你看他关税战打得不好，诱发了通货膨胀。关税战有得分吗？没有得分，他都在失分。国债有控制住吗？现在美国国债已经超过39兆美元，还继续今年年底破40兆美元，他也没有得分呢，他都在失分当中。但他只要自我感觉良好，就不会有什么跛脚。第三个，他现在的因为关税战诱发的通货膨胀已经到达年增率，这上个月已经到了4.2%，这很难受的，因为伊朗战争还没有结束啊，你这个能源的问题没有办法解决啊，油价一高，所有的物价都会高，都会带动。那你现在这个年增率 CPI 4.2啊，它又怎么样？它有影响到他的心情？他认为他跛脚？不会，他会继续这样子蛮干下去，反正就这一任，对不对？他已经干完一任了，就这样。乌克兰战争他上任的时候24小时就结束，打了1年，又打了1年5个月，总共已经超过第5个年头了，有控制住吗？他现在也没办法了，反正放手他们这个乌克兰跟俄罗斯那两个继续玩下去吧，反正他也无能为力了，他没办法在那边做一个这个和事佬，所以没有办法。那我们现在看他这一次对伊朗的动武，所以对伊朗动武有达成他战略目标吗？
反而变成Taco大王去了。Taco 啊，一直在那边讲说，哎，今天晚上已经谈好了，结果今天晚上打好，明天又彼此又互轰了，对，又打他的雷达站了，他又在轰他的那个美军基地了，都这样，有没有是吧？所以伊朗战争也没有都没得分。那我们现在看，回到他美国国内经济，美国的现在的贫穷人口在2026年6月。现在是3680万人说贫穷线。什么叫做贫穷线？就是我一个人，我如果是住一个人的话，我的年收入是15960块美元，没有达到这一个，你就是贫穷。就这样子，3680万人是这样。你看穷人那么多，还增加嘞。他上来并没有改善经济的，所以这样子，他这个已经没办法在这方面得分。我们看以色列去打这个加沙走廊，去打巴勒斯坦哈马斯组织，现在又打这个我们叫做黎巴嫩的那个南部地区，失控，川普没办法控制到纳坦雅胡，没办法，纳坦雅胡一直攻打，继续也没办法控制，都没办法，在国际上他也没办法得分。然后我们现在最重要，我们看最后一个贫富差距还在扩大，美国1%的人拥有全美国财产的40%，你其他99%啊，你就是拿了60%了。是这样子，你看这贫富差距那么大，你前面1/2的人拥有美国的财产的97.5%，你后面的50%，那么多人，你只有2%，对，2.5%，穷哈哈的怎么过日子？所以美国贫富差距它也没有控制，等等，你从 CPI 一直到美国的这种贫富差距，是在一种失控的状态，经济表现不好，乏善可陈，所以我认为川普他会继续我感觉良好下去。好，谢谢张将军。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好，接下来特别关心在第一岛链，中非日同时压力升温哦，因为日本启动的3海联动来迎战，那么中国大陆则是制裁了包括了非国防长，同样启动的是海上的3线推进，第一岛链是否引爆危机？那欢迎观众朋友在留言区跟我们做留言，如果您认为说接下来大陆会有更大动作，在第一岛链这边的反制动作，留言写1；如果您认为目前看起来都很和平，留言写2，一起来跟我们做更多的互动。我们先来看到目前的中非关系，其实可以说呢降到冰点。最新大陆就有一个最新的宣布，11日这一天，他说呢会把菲律宾的防长，这位是铁欧多诺，跟他的家人全部列入在禁止入境中国大陆的名单当中，扬言说还要调查他们家族在中国大陆的资产，这边呢不排除做冻结或者是管制措施，原因是因为他认为这个铁欧多诺啊，长期的发表涉中的谬论，已经严重了伤害中国大陆跟菲律宾之间的关系。于是呢，这消息一出之后，菲律宾的外交部立刻反批说，这是一个不友善的举动，对中非关系不利。菲律宾的防长铁欧多诺，就是刚刚我们这位讲的被制裁这位，他也没在乎。他说呢，因为他其实是华人，那他就说了，他说还好啊，我的祖先在6、7代前就已经离开中国后，就没有再想要回去了。幸好当年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还继续的呛虾哈。那事实上呢，我们也来看北京这一次出手，也跟日菲最近呢的动作很多，而且不断的升温是有关系的。有几个事件，首先我们来看到最新是菲律宾要求中国拆除这边在黄岩岛的，他说他发现了有一个新建构的造物。那这个造物呢，现在根据了解，这个甲板在海面上有30多平方公尺，而且有一个金属杆。菲方认为说中方已经违反了南海各方的行为宣言。那环球时报说，你想太多了，这只是一个临时的科研设施而已。这是第一个事件。第二个事件是因为看到日本跟菲律宾近期不断的启动它的海域划界的一个谈判，那包括了范围在台湾的东部、东南部，还有外海部分的专属经济海域是重叠的，引发了大陆认为说是有涉及到主权的问题，所以中方呢就立刻从各方
3线来做一个反制。首先，我们来看到在台湾的南线的部分，大陆的公务船首度的这是第一次闯入了太平岛的禁止水域之内，那遭我海巡强势驱离之后，双方其实呢一度是非常的近的，只有0.1里而已。再来，我们看到在台湾的东部地区，大陆则是出动了万吨级的海巡，包括了这一艘是09哦，那么在这边不断的做这个东部外海的巡航。再来，针对日本，这个巡航范围包括北起钓鱼台到南到巴士海峡，还有到金门，形成了一个3角闭环。再来呢，我们看到中方的反制针对日本的时候，是在今年的6月3号，2艘中国的海警船进入到日本的与那国岛南方的经济海域。那日方询问时，他只是回应这是中国的管辖区，我们是依循惯例来做巡逻的。中方之所以做这一些反制的原因，是因为他研判日本跟菲律宾正在推动3海联动，将台湾周边的包括了东海、台海、南海都一起来做印太地区的绑定，那他们想要透过共同的海域管理来为未来的军事存在铺路，这是来自于中方的最新解读。那是不是彼此之间中非已经进入了一个准敌对的状态？那汉庭怎么看？在台湾，我们当然非常关心有台湾东部海域的事情，但当然放大来看，这是日非借由吃台湾豆腐，然后来对中国大陆的一种抵制，或者呢也是某种程度的欺负。所以中国大陆来看，如果台湾没有反应，那当然中国大陆必须要出手。而且针对菲律宾呢，是早就有恩怨了。首先这一次呢，他们去针对菲律宾的国防部长，这不是孤立的事件，是长期以来的。因为小马可斯政府呢，把菲律宾从经济靠中国大陆，安全靠美国这样的平衡路线，彻底变成了一面倒的嵌入到美国印太安全网的体系当中。所以先前的美军基地在菲律宾扩大，然后呢，也跟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的联合巡航啦、演习的密度也增加，菲律宾也参加。而菲律宾的国防部长本人就是这条路线的最强代言人，多次都把中国大陆当成是地区威胁啊，然后呢推动我们什么现代化的一个这个目标啊。所以中国大陆制裁他，不仅仅是因为他说了他什么不喜欢大陆的话，而是因为他这个人他的路线本身就是表示整个菲律宾的高层的路线，所以我们是制裁中国大陆，是制裁这个路线。那当然，目前进一波的就是在针对黄岩岛事件啊，菲律宾又说啊，你看大陆在黄岩岛又盖了一些东西啊，应该要把它拆掉。大陆说这本来就是我的啊，我爱怎么盖就怎么盖啊，这又不是永久的东西啊，关你啥事？那再来就是日菲的这些谈判。所以这都非常的清楚哦。针对南海的这一块海域，菲律宾本来就垂涎已久，而且过往摩擦很久。所以中国大陆在此时此刻又因为日菲的主动挑衅跟擅自划界，所以才出手。那这个出手的方式，一方面在军事上应该说在力量上面的展现，就是透过了万吨级的海巡船不断的来展现实质上的管辖能力跟管辖权。所以也不仅是针对菲律宾嘛，也跑到了日方的相关海域。其实与那国岛附近的海域那本来应该是台湾方面中华民国方跟日方的重叠海域，但因为长期以来呢，中华民国政府也没有派海巡船去巡，所以现在搞得大家以为与那国岛那边是日本的。那现在就是大陆的海警船就跑到那里了，所以象征的这一次呢，是中国大陆对于日本跟菲律宾，我觉得最简单，因为台湾不争，那所以大陆来拿，那台湾方面就很难有资格再去怪罪大陆。那有了这个来自于日本跟菲律宾的挑衅，怎么看整个接下来的第一岛链，尤其是在南海、台海跟东海这边，会不会对于中国大陆来说，这边直接形成一个海上的包围网？那同样的问题，厉将军又怎么看？这是中国大陆的公务船首先跑入这个太平岛这个水域，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讯号我先给各位看一下太平岛到底在什么地方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中心，这个是东沙那东沙目前是我们台湾在守的，那太平岛也是我们台湾在守。你看从高雄出发到东沙就240海里，然后从东沙再到太平岛有640海里。总共如果从高雄要到这个太平岛，几乎是要用最快的船速驱逐舰来讲的话，也要3天3夜
那我们以前这个用中日号的那种运输舰的话，大概要跑1个礼拜才到得了，也超过我们就空军的作战半径。那以前在这个太平岛周边，解放军在这边有几个岛，他们占领的，包括所谓永暑、美济这个楚碧这3个小岛。事实上，太平岛是被这几个小岛包围在其中。可是这个长年以来，这个我们太平岛跟在这边的守军跟这个解放军在这边大家都相安无事。那为什么这个时候这个大陆的海警船会这么闯进太平岛的禁限制的水域？我觉得跟菲律宾有很明显的关系。你日本你要搞3海联动，东海、这个台海跟南海，那解放军也一定会采取相制反制的动作。所以我就跑到你太平岛。长年以来大家都平安，都相安无事，都有这种默契。因为这个岛其实上就军事上面当然有它战略价值啦，但是没有必要为这个岛这个都是中华民族的这种领土，大家不需要为这个岛在那边撕破脸。但是这很明显的，我认为这个大陆一定认为说，你既然日本要在搞这个3海联动，那我在这个地方也一定要有所反制动作。所以他第一个动作在南海地区，他就从选太平岛下手。那试问一下，我刚刚给各位看到，太平岛距离我们台湾这么远，我们凭什么有什么能力去防护它？如果在政治上没有搞好的话，如果太平岛丢掉的话，这个对我们来讲，台湾是何其的一种心理震撼的一件事情。那第二个讲在台海附近来讲的话，现在很明显的，解放军已经将整个台湾本岛的西太平洋海域，也就是台湾东部这个太平洋海域，已经纳归为它的所谓禁海区。那一个斐洛西那时候来台，让我们台湾失去了中线。中国大陆将这个所谓中线的定义已经抹去了，所以就3不5时，我们就看到大陆解放军所有军机军舰就越过台海中线到这个到中线以东来做这个绕岛的这种巡航跟这个围台的一个军演。那现在因为你日菲搞这个EEZ 的这种划这个经济水域，那是不是让解放军更名正言顺？我们台湾自己不去管，我们外交部居然还说是肯定，那是不是因为你这个台湾一句肯定，就让东部海域让解放军让中国的海警名正言顺的可以到我们东部海域来实施巡弋？那至于东海部分的话，我觉得就是钓鱼台的争议。那我觉得这方面来讲的话，你日本要搞3岛的这种3海的联动，我觉得中国大陆在这方面也一定会有相对的反制动作。好，那日菲，尤其是日本的这个3海联动，再加上中国大陆的反制，第一岛链有没有可能引爆危机？张将军怎么看？我认为这个3海联动成功几率不高，除非有一个关键因素出来，就是美国出来整合。我们来3海联动，有美国坐镇，3海联动才能够成功。美国坐镇3海联动是不可能成功的。第一个，我们来看，因为这3海包含东海、台海、南海因为各个国家的战略目标不一样，那你各有不同的考量，你整合的难度就增加了。我们看菲律宾，菲律宾是以主权，不管黄岩岛也好、仁爱礁也好、中业岛也好、铁线礁也好、仙宾礁也好，你这些你就是在制造主权上的纷争来掩护贪腐，因为小马可是贪腐的。我就是把这个焦点转移操纵到这个对外的对抗，来对内做凝聚，然后来操纵，来获得选举的利益，一看就知道，目标是为了以主权的纷争来掩护贪腐。好，那我们先来看日本。日本什么？日本这个3海联动，它是以来想要走恢复军国主义，然后他现在就要希望能够修宪，因为我要3海联动，我国防预算增加了。我要修宪，非但宪法第9条我要把它修掉，因为非但宪法第9条是没有军队的，所以只能叫自卫队；非但宪法第9条是没有这个战争权的，也只能自卫权。所以他我要修掉这个宪法第9条，然后变成一个正常的国家，也就是所谓的日本的自卫队变成国防军，或者日本的武装部队就不一样。所以日本走的是他想要走军国主义的路线，将来甚至日本如果这些都达标了，他就要走核武。发展核武，因为整个周边国家，北韩、俄罗斯、中国大陆都有核武，他要发展核武，所以他考量不一样，是走军国主义。那台湾是在这一方面呢，是要走抗中来保台。我认为抗中保台没有做好，为什么？海峡中线丢了，已经过来，没有海峡中线，钓鱼台海域丢了，现在根本没有军舰跟
战机去钓鱼台了。那现在花东海域就是我们的专属经济区 EEZ， 现在好像在这方面政府失掉立场，进退失据，变成这个状况。换句话说，这个是变成3海联络的这个台海这一部分呢，变成这操纵选票可以用的。是，所以三个国家所考量的都不一样，那就会变成各行其事，整合困难，没有美国出面，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好，谢谢将军。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人民币大反攻，今天要来看到的是它有可能超车欧元，登顶全球第2哦。尤其现在本币的结算在全球多国开花，伊朗战争反而成为美元霸权的催命符。今天就这些议题会一起来做关心。好，我们来看到全球金融市场是不是开始出现一些比较惊人的转变了？这一次挑战的对象是美元哦，那么另外一边则是人民币。我们今天要看到它在全球多国在加速的突围当中。最新的消息是要来看到这一场签约活动是来自于中国大陆的人民银行、香港金融管理局跟印尼的银行方面签署了一个备忘录，要建立的是印尼盾跟离岸人民币的货币交易框架。好，什么意思？简单来说呢，就是说接下来不用透过美元，直接就是印尼盾。还有人民币可以直接来做这个结算，直接使用本币，就是印尼盾跟人民币来做结算。那其实呢，现在透过人民币结算已经不只是在东南亚国家，我们今天关心到的是印尼嘛。那么其实，在包括了东北亚跟南亚，同样也是有一样的状况。东北亚，我们今天要来看到的是朝鲜的部分了，因为呢，中国大陆跟朝鲜现在这个经贸关系恢复当中，所以呢，现在说他们也有意用人民币来做结算。好，刚刚是东南亚，这边是东北亚，最后来看到南亚，南亚则是在斯里兰卡的部分了。斯里兰卡它要解决它的能源的这个短缺，所以呢，它现在正在跟中国大陆跟俄罗斯谈说，这个燃料啊，希望可以跟你们做采购。那么也计划呢，向俄罗斯来买原油。重点是呢，买原油的话，也是同样，他们希望可以采用人民币来做结算。好，刚刚看到东北亚、南亚跟这个东南亚，现在来看到包括了中东国家，同样也是用人民币来做结算。首先看到几个这个中东的国家，伊朗今年初开始也是对中国的原油出口全面使用人民币来结算，其他像是包括了伊拉克、沙烏地阿拉伯、阿联部分的原油交易也开始都是采用人民币来做结算了，等于是它在全球已经全面的开花。怎么看这样子的一个趋势，对于美元霸权接下来会有多大的威胁？尤其是石油哦，这样子的一个交易对于美元霸权的威胁有多大？厉将军怎么看？除了你刚刚列的这些国家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国家，现在也跟中国用人民币在交易。这个国家叫做加拿大，它这个卡尼原来是英国洋行的，他可以说是金融界的一个这种大佬了哈，长老级的人物。那他居然会让他的加拿大跟中国也用人民币本币交换，而且金额高达2000亿的这种美元，金额可谓不小哈。所以从这个趋势里面，连卡尼都这样做，从这个趋势我们就知道人民币慢慢会走入国际很重要一个支付交换的一个货币是避免不了的。那第二个，我举一个例子当初本币交换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俄乌开战的时候，那时候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将俄罗斯踢出 SWIFT， 不让他用美元来做支付交易。可是这时候有一个国家叫印度，想要买到便宜的油，所以他就印度跟俄罗斯两个就讲好，这个印度说我用我的卢比去买你的原油，那我付的钱叫卢比那俄罗斯拿了卢比之后，当然我拿你的卢比之后，我要跟你跟你印度买东西，我就用你的卢比去跟你买，就没想到印度这个莫迪那小子居然说不收，我不收卢比，就那时候印度就俄罗斯就亏了。从这个例子你就知道，这个用本币交换其实有它的一定的规矩在，就是说你付出去的货币是不是人家别的国家需要，我可以借你这个货币再去买别的东西。
那现在很明显的，这个中国由于它的这个人民币慢慢获得世界的肯定，以及它一定的信用之后哈，我觉得各国来讲的话，当然避开美元用人民币来交易，这种是未来很大的一个趋势。好，那我们也要来看一下，就是现在有一个说法是来自于这个媒体特别说的，说人民币目前是位居这个支付货币的第5，排在美元啊、欧元等等的之后。那真的是这样子吗？我们要来看，因为呢，现在有一个说法，它可能就是排在第2而已，也就是在美元之后。来看一下目前为什么大家想要去美元化。其实刚刚将军也帮我们看到了说，这个美国可能会拿这个 SWIFT 当作是一个他们的武器哦，所以大家也开始发现说，美国可以透过这种制裁啊，或者是冻结资产、断切跟银行的往来，对他们会造成风险，所以大家开始去美化，也让人民币国际化更加的扩大。那香港媒体说的，人民币有机会超越欧元，成为全球第2大支付的货币。刚刚讲了嘛，现在是第5个，原因是因为现在做统计的时候是以 SWIFT 来做计算 ，SWIFT 是美元的金融网络哦。当中没有纳入是 CIP， 也就是人民币的支付跨境系统。那现在呢，其实 CIP 有非常多人在使用。现在做统计，国家地区有191个，直接参与者194家，间接参与者1597家。尤其呢，现在也看到了说，今年4月份，川普威胁打伊朗哦，更是让这个人民币的跨境交易单日交易量上冲到1兆多人民币，是2月日均量的2倍。中国大陆更是在 CIP 上面现在做了8年来首次的重大改革，包括呢从单一清算系统现在往多币种的结算平台来做升级。汉庭怎么看接下来对于这个 SWIFT 的冲击？SWIFT 呢，它是全球银行通用的，可以当成是转账指令啊，只要一有这个消息的话呢，它马上就能够记账。所以目前来说，因为它根本就测不准人民币在全世界的通用程度，因为大陆和其他国家做人民币的生意就不走这条路，不论是在中俄啦、中国伊朗啊，或很多跟东盟的国家甚至之间的跨境结算，要么中国大陆就走自己的 CIPS 系统，要么就是两边的银行自己能够私下结清，所以不会去走 SWIFT 的这个系统当中，也不会出现在它的统计里面。就好像呢，如果我们今天看到这麦当劳的点餐记录啊，都给全社区排名，说这个隔壁的包子铺生意只排第5，对吧？可是包子铺一般就大家就自己跟老板结账了，根本不会出现在麦当劳里面的点餐记录里面。所以实际上人民币的国际使用量至少是比 SWIFT 它的显示多出1倍，都不止。那目前全球贸易的融资里面，人民币呢已经是第2大。全世界买能源、买矿产、做进出口的商家，私底下用人民币结算本来就非常多，只是大家都不用 SWIFT 的系统。所以 CIPS 它就是中国大陆自己搞的备用收款码加自己的这个短信系统嘛，就好像以前大家做生意都要用美元的，这叫做美元配系统。好处呢是用的人很多，坏处呢，那美国就是美元配的老板。看你不爽呢，就冻结你的账号，删除你的好友，让你1毛也拿不到。所以俄罗斯和伊朗过去都深受其害，那全世界也挺害怕的。那 CIPS 呢，就是大陆自己搞的收款系统，不取代美元配，但我自己弄的一个叫做这个人民币支付配啊，这样至少呢，你冻结了我的这个美元配的时候，我这边还可以收钱。而现在呢，它是8年以来第一次改规则，其实改的就是一些比较简单的事情。首先把申请用 CIPS 的这个门呢更放宽一点。以前国际的很多银行想申请，手续很麻烦，现在流程简化，而且把一些系统的功能补强啊，可以有一些小额的贷款啊，还可以搞更复杂的交易，比如说买债券啊、能源长期合同啊，哈。那在第3呢，还留了一个小方便，就是说以后呢还能够转一点别人的货币啊，不只是人民币。好，所以那它能够挑战美国主导的支付系统吗？短期不可能啊，因为美元配呢还是几10亿人在用，没人能够一下推翻。但长期呢，它就是核心的破局起点。就这人民币支付系统，它不是要跟美元抢老大，但是先干掉一个美国掐全世界脖子的特权。就以前大家都觉得，你不管再不喜欢美国，你做生意都得走他的系统，他说封就封了。
那现在 CIPS 起来了，就给大家一个备用的道路。这我没有想跟美元闹翻，但如果呢你要掐我脖子啊，你要什么动我账号，然后来威胁我，那我就不跟你做生意，我顶多走别的生意，我就换个通道做生意嘛。所以这才是在中东战争，然后一大堆国家被美国制裁之后，大家疯狂挤向 CIPS 的原因，就是因为不是人民币多完美，是大家不愿意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对，尤其是这个川普上任之后，我们看到这个地缘政治的风险越来越多，所以大家开始也在想说，希望不要只使用 SWIFT 系统而已，能不能多一个选项，使用人民币跨境交易 CIPS？ 同样的问题，那张将军又怎么看？美国就是以美军跟美元来称霸世界，那这个状况持续了60多年了。在这个现在这个跨境这个我们叫做这个币别这个清算呢，到2025年呢，以美军来做跨境清算的，总共是占了47.5%，其他的不管欧元也好、英镑也好、日币也好、人民币也好，通通加起来，你这跨境清算你只占52%多，所以知道美元这比重是非常重的，它一个美元比重，但是美元我认为它会走向两个，第一个它会被稀释，它的美元的霸权会被稀释，因为现在美国的国债那么重，39兆，大家看美国的国债会越来越大，但任何一个美国总统下来都没有办法让美国国债刹车，一直在膨胀当中，所以国债越来越重，美国这方面是不是过度的消费，造成欠全世界的钱，你还要再去拿美元做这个本币结算的吗？会稍微开始动摇。第二个，美国每一年的贸易赤字也大，就1兆美贸易赤字，都是买很多东西，但是你就一直在买那么多东西，你一直买都在欠，你到最后是不是到最后也会造成美国的我们叫做美元的这种强势会一定走下坡。那在这个状况之下，那这个其他的国家就会从另外一方面来做考虑了。那我认为两个，第一个大家会想到说，美国会以这一个美元来做经济制裁的经济武器。